每当大坝开闸放水之时，当地渔民会纷纷过来这里捞鱼，运气好的可以捞到5、6斤的狒狒鱼，运气稍微差点的只能捞到较小的鱼儿。有些渔民会在草丛中追逐逃窜的渔获，捕鱼的过程如同战场。用抄网捞鱼的渔民会捞到一些体型不错的鲫鱼。生活在底层的人民想出各种办法来维持生活，能获得免费的蛋白质也不容易。一大早就有很多村民在桥上围观，有些村民已经全副武装开始下河捕鱼。从桥上可以清晰看到河中有大量的渔民试图通过抄网捞取渔获。桥的下游处还有很多人，有些人拿好捕鱼工具赶来现场，沿着岸边一直走，来到开闸放水的大坝。附近的村民纷纷前来围观，一些胆大的村民手里拿着抄网，在河边捞起了鱼。开闸后的河水非常湍急，为了当地村民的安全考虑，只打开了大坝中央的6个闸门。有了人流量的加持，一些小商小贩也选择在这里做起了生意，还有一些会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围观。岸边上还立了一个警示牌，禁止游泳和捞鱼。大多数人都在岸边围观，只有少数人在下面捞鱼。为了查看他们是否捞到鱼，摄像3炮也跟着走了下去。这里是印尼的布兰塔斯河，可见刚开闸的河流非常湍急，在这种区域捞鱼是极其危险的，请大家不要模仿。渔民为了捞到河中的鱼，直接在抄网的把柄处用木棍加长，捞上来的鱼个头虽然不大，但还是有不少，清道夫也有不少。刚看完鱼，渔民就用抄网捞起了一条半斤8两的鱼儿。他们捞上来的基本上小鱼居多，毕竟在这种湍急的河流中，大鱼都会冲到下流处，一些较小的鱼都会冲到河流两旁的净水区。在这里捞鱼考验一个人的眼疾手快，只要眼力好，反应速度快，基本上都能在这里捞到鱼。不过开闸放水的河水特别湍急，如果不小心掉进去，就有可能全村吃洗。当然这里是国外，管制的力度不强，希望大家不要模仿。村民为了获得免费鱼肉，特意制作特长把柄的超大抄网，不过抓上来的都是小鱼居多，连续有小鱼上货也让他们非常的开心。不过这些都是富贵险中求，很多鱼在湍急的河流冲击下都会被撞晕，所以捞上来的鱼基本上都会失去活力，连河道中的清道夫也被他们打捞上来。河道中有大量的水草也被开闸的河水冲了下来，运气好的还可以捞到半斤8两的鲫鱼。捞鱼过程中还要看你的反应手速，如果反应慢了，经常会被人截胡。虽然捞上来的鱼接连不断，但大部分都是小鱼。在下游处有更多的人在捞鱼，这位小伙捞上来的鱼用麻袋装得满满当当，还清晰看到里面还有一条狒狒鱼。随着摄像3炮来到了下流处，在这里捞鱼的村民更加多，每个人手上都有抄网和麻袋，有些人直接用手在草丛中搜索鱼获所在。能在这里捞鱼的人都身怀绝技，都希望自己能在河流中分一杯羹，但这些人都用自己的生命安全做赌注。如果男人身上没有千金丹，谁会在这种湍急的河流中讨生活？这种不服输的生活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能否在这里捞到鱼完全是靠你的运气，捞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小鱼居多，被惊吓到的小鱼经常会钻到草丛中，所以他们捞鱼的过程中都会在草丛中寻找一番。能捞到大鱼完全都是靠运气。可以清晰看到对岸也有不少的村民在河边捞鱼，沿着下流一路走去，岸边全都是在河中讨生活的村民。运气较好的村民抓到了一条5、6斤的狒狒鱼，这种鱼属于鲶鱼类。一条长达1.6米、足有50斤重的大鳗鱼刚被渔民捕捉上岸，随即便以12000块钱的价格当场售出。这可是日川钢板有史以来第一次捕捉到如此巨大的鳗鱼，今天一次性把这个月的工资赚到了手中。平时随身携带的蛇皮袋实属有点小，还差点装不下这条百年巨鳗。然而为了把大鳗鱼捕捉到手，日川钢板也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冒着巨大的风险潜入到石缝中进行捕捉。把时间拨回到今天早上的8点10分，刚抵达岸边的日川钢板正在摆弄着有点卡壳的新鱼枪。看样子花费1个月工资听从专家建议才买来的这把新鱼枪确实有点不太好使，但是经过一番摆弄之后，还是勉强能够继续工作。此时他还就地摘了些野草上的叶子，用于擦洗干净潜水镜上的灰尘，随后再把潜水镜戴上头之后，便开始手拿鱼枪下水进行捕鱼作业。一套操作下来，用时不到1分钟就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快速开启今天的捕鱼赚钱模式。可以看到这里的水质清澈见底，潜入到水下，借着微弱的灯光也可以清晰看见石缝内部的情况。突然间，一条手臂粗、看似无鱼的海鲜呈现在眼前，日川钢板二话不说即刻扣动了扳机，鱼枪直接精准命中乌鱼的肉身。为了不让刚到手的鱼获摆脱鱼线的束缚，日川钢板只能选择快速拖着鱼线浮出水面。今天刚开局便捕捉到一条体型还算不错的鱼货，可见捕鱼不但靠运气，还得靠技术和经验。特别要根据专家的建议来买鱼枪，而对于拥有25年捕鱼经验、35岁的日川钢板来说，却是这方面的老专家。
凡是被他撞见的大鱼小虾都逃脱不了鱼枪的快速打击。还没把刚捕捉到手的鱼货焐热，随即又开始下水继续第2轮的捕鱼作业。在把潜水镜佩戴好之后，便立马潜入水下，只要有缝隙的地方就会发现大鱼小虾藏匿在其中。有了强光手电筒的加持，又一条鱼货马上被鱼枪给快速锁定了肉身，在中枪的一刹那就已经被鱼线给牢牢的牵制住，任凭其如何撒泼打滚都无济于事，最后只能任由日川钢板拖上岸边。捕捉到的第2条鱼货体型虽小，但蚊子肉也是肉。其实他并不在乎鱼的大小，只在乎捕鱼期间是否能给他带来不一样的乐趣。不同的水域生活着不一样的鱼类，而此时转战其他水域只是为了捕捉到不一样的海鲜。日川钢板随即再次潜入到光线昏暗的水下，只靠着微弱的灯光照射着暗黑的石缝。突然间发现缝隙里面隐藏着一条满身斑点、身材修长的大鳗鱼。当灯光照射在另一边洞口的时候，这才看清楚鳗鱼的大概模样。就算拥有多年丰富捕鱼经验的日川钢板，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这般的大蛇拉丝。随即急忙上岸寻找他那把战功赫赫的打鱼工具。看着他如此的着急忙慌，其实是生怕那条价值12000的巨大鳗鱼跑路。上岸来回跑了一圈后，才发现鱼枪就在附近躺着。气喘吁吁的拿起鱼枪，激动的心情一度难以平复。在下水之前，只好坐在地上等待心情平静下来。此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比发现一条巨大鳗鱼来得更加激动不已的事情，赚钱的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在待到情绪稳定之后，随即进入到湍急的水流当中，先重新确定鳗鱼所隐藏的位置，便立刻再次潜入水下。当鱼枪悄无声息地靠近洞口的时候，在鳗鱼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便已经饮恨西北。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鱼枪正中鳗鱼的脑门，将其拉出水面，就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只剩下一坨肉身被日川钢板拖出水面，拉上了岸边。这是他从出生到现在为止第一次捕捉到如此之巨大的鳗鱼，粗壮的体型足有 1.6 米长，25公斤重。激动的心情让他止不住的手舞足蹈，还不断的上下打量鳗鱼的肉身。精准的枪法居然直接贯穿野生鳗鱼的额头，让他没有任何痛苦，便直接交代在了日川钢板的手上。这年头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傍身，都不好意思出来混。为了展示野生鳗鱼的长度，日川钢板直接单手将其抬起，能够轻松捕捉到一条差不多比人高还有比大腿要粗的鳗鱼，简直是羡煞旁人。然而已经暴毙多时的野生鳗鱼还不忘用甩尾来一次勾股定律的现场教学。大鳗鱼的这等骚操作直接把日川钢板给吓出了响，但在日川钢板那茂密胸毛的加持下，哪怕100多斤重的野生鳗鱼也能够轻松将其抬起。然而此时还没有过足瘾的日川钢板又趴在地上跟鳗鱼来了一张合照，如此这般的痴迷上瘾，让还是一条光棍的他爱不释手。就在这时，一名刚好路过的土豪哥见此情形，非常阔绰地拿出一沓钞票，想要买下他手上的野生鳗鱼。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12000的价格成交了这笔值钱买卖。由于鳗鱼的体型非常巨大，而随身携带的蛇皮袋也难以将其装下，最后只能勉强将就着塞入袋中。即使收了钱的日川钢板服务也是非常的到位，随即便帮忙扛着这条值钱好货，跟着土豪老板一同回家，轻松把1个月的工资赚到了手。